魏无羡见他这般自觉且自然的动作，蓦然生出一种老夫老妻过日子的感觉，呆愣一会儿，问道：“话说，蓝湛，你是何时看上我的？每日砸下来见我气度不凡，风流倜傥，而后日久生情。”蓝忘机摇头。魏无羡猜测那就是射日之争战场上为我那奋勇杀敌的英姿所迷，又答惑。蓝忘机再摇头。魏无羡嘴角快咧到后脑勺了，还要再早些吗？我想想，哦，木樨山，王八洞对不对？那时你我患难与共，你是见我照顾你细致入微，温柔体贴，因此对我产生好感。蓝忘机顺着他的话也想到了屠戮玄武洞里魏无羡所谓细致入微的照顾，面皮机不可察的颤了颤，接着摇头，还要早些。魏无羡瞪大眼睛，再早便是听学时期了。他咂巴着嘴，笑得眼睛都没了。蓝湛，你觊觎我这么久，愣是憋着一个字都不带说的，也够难为你的哈。蓝忘机将他衣领最后一丝褶皱抚平，道：并不。魏无羡笑笑，又看着自己身上难得穿的严谨的衣衫，建议道：蓝湛，你说，若是你叔父知道此事，蓝忘机艰难道叔父并非迂腐之人，可若要他同意，也需些时间。魏无羡点头，两只手抓抓方才弄好的衣领，道：不如你我现在就地猪胎案，呸，生米煮成熟饭吧，如此也能顺利些。蓝忘机正当魏无羡要动手时，他连忙将人拦住，耳根上的红已经蔓延至脖梗等等，有人来了。魏无羡撇嘴，兴致缺缺地将蓝忘机放开，嘴里嘟囔着到底是谁这么会挑时候，专门打扰别人好事。蓝忘机侧耳细听，来者二人，一人脚步沉稳有力，功力深厚，另一人纤细无声，略有些虚浮。半晌，一熟悉的男子声音传来：江姑娘。蓝忘机回道：是金公子与江姑娘。魏无羡选择性的将江厌离掠去，骂道：原来是金子轩那个混打蛋，我不去找他，他倒是偏要自己撞上来，竟还带着师姐。他身形一闪，拉着蓝忘机蹲在一丛灌木后，食指竖在唇边，嘘。蓝忘机被他拉得一个踉跄，摇摇头，无奈地顺着他的意撩一摆，于灌木之后蹲下，顺着魏无羡的目光，看着金子轩领着江厌离自远处走来。两人一前一后，金子轩在前，负手而行，江厌离亦步亦趋地跟着，低头沉默无语。自望线二人视角看去，阵阵微凉的秋风之中，穿的并不算多，走得并不算快的金子轩，额角滑落一滴汗液。魏无羡、蓝忘机，魏无羡如今经历了与蓝忘机这事儿，也是能看出些苗头来，小声嘲笑道：呵，现在知道紧张了，早干嘛去了？说罢又回头看看蓝忘机，伸手在那光滑雪白的下巴上刮了两下，殷勤道：还是我们家蓝湛好，那么早便对我存了心思，还晓得给我做饭揉腰，跟那只金孔雀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蓝忘机又被他说的耳朵发烫，一只手伸出来将他嘴堵住，羞赧道：别说了。魏无羡迷眼笑的身子发抖，又不想被金子轩发现，因此忍得极为辛苦。蓝忘机扭头认真盯着金子轩与江厌离二人，身旁魏无羡的抖动撩得他心绪飘飞，什么也听不进去。若比起来，许是比魏无羡忍得还要辛苦些。正当他心中发痒，再忍不下去，脑中甚至蹦出了禁言二字之时，手中却忽的一空，身旁的魏无羡已消失不见。蓝忘机、魏无羡虽笑着，却也分了些心思在他师姐那边。金子轩正没话找话，两人之间气氛分外尴尬。眼见江厌离转了身，正要离去，他心中也松下一口气，打算过会儿拉着蓝忘机去找他师姐，顺带将好消息带去。谁想那边金子轩原地站了半晌，竟伸手去拉江厌离。魏无羡，登徒子。他暗骂一声，连忙飞身上前，照着金子轩胸口就是一掌，挡在江厌离身前，将他护在身后。金子轩无故挨打，心中也气，待看清来人，火气更甚，怒道：魏无羡，怎么哪儿都有你？魏无羡也回骂这句话还给你，我答他答妈答，还想知道怎么又是你这混搭蛋？你金子轩自小金傲，家里娇生惯养的，不似魏无羡那般当年街头巷尾的串遍了，脏答话说得溜，气得面色通红，举剑便向魏无羡刺去。
两人过了几招，金子轩忽觉来自魏无羡那边的压力渐小，心中大喜，正欲乘胜追击，谁想魏无羡转身便跑，边跑边嚷蓝湛救命！金子轩那声呼救话音方落，旁边灌木闪出一道蓝色剑芒，那剑芒速度极快，直冲他手中的碎华而来，碧尘与碎华相撞，两道剑芒直冲云霄。魏无羡费力挤出2滴泪来，一张脸委屈地皱起来，指着金子轩道：“他欺负我。”金子轩这信手拈来的演技，收放自如的哭戏。他看着魏无羡眼角悬挂的2滴泪，无语半晌，对这位远近闻名的魏姓公子更是敬佩不已了。